不要流过去，他都危险的。完了。他这样子的话，他会不行的。这个先放倒。要赶紧找那个皮筏挺过来，皮筏挺了。呢個大哥截夠多咯。打起不來，哇！我哋見雞啊喂！超级无语吧？凌晨5点多，这个店又被淹了，真的是没1、2年这样子搞的，唉，好无奈啊！比去年还要严重啊！比去年严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近日，广东省多地爆发洪水，给民众带来恐慌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水淹到腿上了。8月4号晚上8点钟，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和鼎湖区突发强降雨，导致肇庆市多地爆发洪水。以下是肇庆市工商职业大学和肇庆学院、北岭山和鼎湖山片区遭遇洪水的画面，咱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工商学院旁边的这条路，大家千万不要过来。水立黑點啊！唉，向陽。好慘啊！好慘啊！鼎湖山酒店大廳湧入洪水，很多人被沖走。我們來一起看一下。我哋而家浸咗1樓啦，點搞啊？點搞啊？成個檔口啲嘢都冇晒啦，沖走晒啦。見到好多人啊，沖落嚟啊！哎呀呀，嗱有1個人啊！哎呀，你睇個大廳都浸埋咯，哇！我台電動車浸晒咯。死咗一個喺嗰度，死咗個人，電死個人，拖咗埋喺嗰度，仲有去救。犀利哇！山龍爆發。拿什麼來先？水浸黑點啊！唉，向陽。洪水冲进民宅，这个不眠之夜，他们要如何熬过去呢？開埋衰啲隻房，嗱係叫啲租兜有蟲啦，而家唔出輸咗咪啊？一名男子在洪水中安慰自己，他在汽车上的字是廣州帕圖酒業。頂住啊！小跑，水退啦，水退啦。洪水来了，中各地方政府自然也是要做出一番姿态，治理一下，但是却是帮倒忙。1个月前，这条隧道淹死了一个人，政府一刀切的作为把这里给堵住。现在山上的泥水，这里过不去，往两边走。我的商铺2间商铺在这里，100多万的货直接水泡，可能这就是，唉。我服了，我满月这辈子真的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。我说怎么这么吵，到处都是汽车这个响声啊！我起来一看，你看水泡车啊，水泡车。据路媒极目新闻报道称，8月4号8点到22时，肇庆普遍降下大到暴雨，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，这也导致肇庆市端州区北岭路段和鼎湖区上山路段受侵。这段路段呢，沿街有部分的商户被淹了。随着网络视频的流出，有网友在微博质疑说，肇庆鼎湖山洪水这么大，
怎么没有上热搜呢？百年不遇呀，真的，这么急的泥水好吓人呀！看来呢，中共政府并不关心老百姓在洪水中失去家园、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哀嚎，所以他们宁愿在热搜上登出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，也把这种触目惊心的洪灾消息压着不报。8月5号早上，有网友拍视频显示，广东省东莞市一夜遭水淹。兄弟们，凤凰沙水灾啦，爆水灾啦！水位涨得好高啦，现在还在持续上涨。视频上的字幕让人哭笑不得。昨晚还好好的睡一觉，出不去了。公交车也被水给淹了。关门，等一下进里面了。8月5号，早上好，伙伴们，带你们看一下土塘的大道，准备开船去上班了。即使是发洪水，人们还要去上班，这可以说是中国百姓的悲哀。外卖小哥们还是要趟水送外卖。而且，即使是东莞这样比较富裕的城市，排水系统也是出了大问题。很多泡水车，他们损失惨重啊！民众因为政府的不作为，不好好修理排水系统，而导致汽车频繁被淹，损失都要自己来承担。其实他们很心疼。没了，兄弟，车没了！完了，全泡水了，连老鼠都没有地方跑了，老鼠都可怜兮兮的。一名在积水中行走的大爷说出了自己的真切的感受。知道自己不要慌，我感觉要被飘走，好大水啊！东莞工厂进水了，情况很危险。东莞大面积淹水，普通百姓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。两面都堵了，全部都淹掉了，你看嘛。你看那个水，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晰了。东莞市气象部门声称，受上游持续强降雨的影响，8月5号5时许，塘厦市石马河塘厦站、东莞市塘厦镇江源大桥断面的水位高达了19.2米，而且呢仍然在继续上涨。而广东省水文局东莞水文监测报告中心却在8月5号5时升级发布了关于石马河塘厦站洪水红色预警的消息。有当地市民拍视频，希望中共政府出来解决问题。政府啊，出来啊，救人呐，救命呐！这水淹成这样子，这大家都没活路了。这名先生就算呼吁也没有做。如果说天降大雨属于天灾，那么自然是应该是政府来出来救援。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理应当是正常处理的事情，到中共这儿就变味儿了。因为中共在东莞不但没有及时救援百姓，反而再次上演泄洪的闹剧，这就属于实实在在的人祸了。好慘啊！而家鼎湖山崩咗，沖啲水落嚟，我哋成個檔口冇晒啦，啲嘢飄走晒啦。而家浸到上嚟2樓啦，我哋唔知係咪上面鼎湖山崩咗啊？沖啲水上嚟，我哋而家浸咗1樓啦。据悉呢，东莞东江石马河沿岸涨水，共计有15座小型水库正在泄洪，导致很多工厂都被淹了。东莞市工厂老板谢先生告诉海外的中文媒体说，昨天晚上下的暴雨实在是太大了，有几个水库在排水，把我们这里全给淹了。我2个车都被淹了，没有人叫我起来，我被水淹醒了，水进到我身上我才醒的呀，损失几十万呢，这几年的努力全都没了。天灾人祸呀！东莞凤岗县工人陈先生也披露说，凌晨3点多钟下的大暴雨，水库放水不知道
3点半涨湖水，到4点钟全都涨满了，淹满了，1楼全部给淹了，全部都报废了，好大的损失呀！房子里面全是泥巴，什么都是湿的，没地方睡了，好多泡水车，老板赔惨。有工人也抱怨说呢，半夜停电了才拉警报，河水已经上涨了10多米高，床都泡在洪水里了。工人们在半夜3更都惊慌逃生。广东天气网站则称，广东省似乎开启了无限循环的雨模式，于8月4号到6号暴雨延续，深圳市将迎来今年的最强暴雨。这是深圳市夜间电闪雷鸣的场景。5号白天，深圳马路上出现积水。8月5号凌晨4时许，深圳市发布了继2018年台风山竹以后的首个全市暴雨红色预警信号，显示深圳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的状态。这是在8月5号凌晨的深圳，大水已经是很深了。牛逼！哇，今日要啊！一名男子在水中艰难地行走，所幸他走到了安全地带。深圳街头的店铺已经被淹了。好深的水呀！关南老街这里，估计这些衣服都泡了，卖衣服的，还有各种商铺吧。深圳一些工厂里面也进了洪水。深圳作为中国4大1线城市之一，按理说城市的排水系统应该是比较好的，但网友指出，城市排水系统彻底瘫痪报废。从深圳城区街道很多被淹、积水严重的画面来显示呢，深圳市排水系统确实是出了问题。瀑布了，我操！中国多地进入汛期，接连出现暴雨的天气，本就让人感到十分的无助了。中共在百姓最艰难的时候，不是切合实际的紧急救援百姓，而是习惯性的在中国各地半夜偷偷放水，而且多年来都是这样的，这等于是草菅人命。对此有网友表示呢，吴预警泄洪无异于谋杀。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有网传视频显示，一名中共体制内的官员说，泄洪不可能提前告诉你的，告诉你了，百姓能同意吗？他们会要求赔偿，包括赔偿房屋、田地、农作物和牲口等，没有几百个亿根本就下不来。那么如果是不预警，而是直接泄洪，事后就可以说是天灾，这样把锅来甩给老天爷，给灾民2包速食面，他都对党是感恩戴德的。
而从2021年的720郑州洪水到2023年的7月31号的河北的洪灾，我们都能看出中共草菅人命的嗜血本质都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在民主国家出现这种人祸，相关的官员都会被问责，但是在中国死多少人对中共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。有网传的视频显示，在2023年8月2号凌晨，中共派人在涿州慈村大桥西堤企图挖堤来泄洪，被当地的村民强烈抵制。后来有很多村民被捕，当地政府强行挖堤泄洪，结果附近村庄瞬间都被淹了。涿州被淹以后，中共当局还继续泄洪，又淹了高碑店，为的是要保住夏敖的面子工程大洼地雄安。而这也和北京门头沟等诸多水库无预警的同时泄洪一样，都酿成了巨大的人祸。但中共对此呢，却是并不以为意。在洪水中失去生命的百姓让人感到痛心，中共却对此无动于衷。也有网友指出呢，作为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拥有最多的水库水坝的记录，超过8万座水库水坝，而且依然还在建设。水库在枯水期不放水却存水，在汛期不存水却放水，已经是常态。扯不扯淡，荒不荒谬，邪不邪恶？中国一面是甜言蜜语、花言巧语，继续蒙骗百姓，一面是对困境中的民众毫无同情之心，反而是落井下石。现在又毫不掩饰地在中国多地大肆泄洪，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。这样冷血的政府，也让百姓们在血泪中不断的清醒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